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些流传，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真的算过，就是这个蔡同学上任以来啊，他去做这个反斩首演习的那个次数是史上最多的，所以我应该是赵少康问他嘛，问他说这个你要保证你会不会是第一个逃的人？这根本不用问嘛，他当然是第一个逃的人，那还用讲吗？革命要靠什么？要靠我，要靠街头艺人，要用论文们把他拉下来。我是说真的。另外这封信也很有趣哦，哪一个人去补发毕业证书的时候，曾经拿过一封信去证明他补发的毕业证书是真的？这你有听说过吗？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论文们的犯罪集团，就这个蔡同学本人自己的这个状况，其实处在一个不太正常的状况，包括他讲的很多谎话，其实就是他真正受伤的地方。但是同一个时间，我又记得苏贞昌被问到说什么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的时候，他就讲说，我都没在怕啦，要杀要关我都没在怕。国民党立委在前面这个直喊话抗议的时候，他就摆了句嘛，他真的是他带着台湾人民，然后说要杀要关他都不怕。但是他怎么不想想看，如果说今天一再的这个就是走一些偏锋或者单压一个地方，然后让台湾人民可能处于战火的高风险，这不是执政者该负的责任吗？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些流传，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真的算过，就是这个蔡同学上任以来啊，他去做这个反斩首演习的那个次数是史上最多的，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啊？可能需要去查证一下。就是说，他真的每天都在担心他要怎么逃亡，跟这个逃亡的路线如何安全。所以我应该是赵少康问他嘛，问他说这个你要保证你会不会是第一个逃的人？这根本不用问嘛，他当然是第一个逃的人，那还用讲吗？你去看他，你去看他这一生走来的路，就贪生怕死嘛，然后能骗就骗嘛，所以我一点都不指望说有一天如果他把台湾逼上险境啊，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要，你知道要 help Taiwan out，你真的是要帮台湾走出困境，你说我们真的要站出来勇敢的宣布台湾要独立啊，那你真的愿意付出代价，那我还觉得你是个有 guts 的领导者，他完全不是啊。可是他没事又要去惹中国，你知道吗？就是去戳人家，去骂人家，然后又啥事也做不出来，然后对外就中国台北继续去用这个莫名其妙的名字，所以有天如果他真的被斩首，那就是刚好而已。可是你为什么要拿2350万人的性命当成垫背呢？这个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你要么你给我反攻大陆，你这么呛，你这么强，对不对？你这么有 guts，你就去啊，你就去杀猪拔毛啊，我还真佩服你。结果你看搞这种东西，我有时候觉得是怎样啊？他到底想怎样？我觉得恐怕只有革命一途吧。革命要靠什么？要靠我，要靠街头艺人，要用论文们把他拉下来。我是说真的。对，因为刚刚现在在海外的这个，对，在海外现在有一些行动了，一直有，一直如火如荼的展开。是在台湾哦，大家可能就是闷久了，再加上当顺民，而且怕被恐吓，再加上疫情的关系，好像就是算了吧，让他做完吧，做一天算一天吧。海外不分蓝绿哦，我真的我这趟你知道跑了很多地方，海外不分蓝绿，对蔡同学的那个不满，甚至是仇恨尺度哦，我用这2个字用的其实很贴切，已经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啊！我觉得当年哦，对蒋介石或者是蒋经国那个时候的那种刺蒋案啦、什么谢东闵爆炸案啦那些东西，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那个氛围恐怕没有现在这么风声鹤唳，因为现在在海外的部分对蔡英文的反弹是极为极为强烈，在台湾可能没有感受出来。对，因为刚刚彭皮长说，在台湾可能大家习惯当顺民当久了，其实有时候顺民也是无奈，因为有一句话就是说民不与官斗嘛。那我最近看到一个例子，我今天没有把它秀出来，但是就是在昨天吧，丁怡铭，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丁丁是个人才的那个丁怡铭，行政院前发言人，先前在讲说这个台北的冠军牛肉面含有来剂这件事情，那当然呢，牛肉面老板第一时间就拿出
没有，我们进口的这个资料上面，我已经尽我能力了嘛，进口资料上面我就是不含来剂残留的这个牛肉，我把它进过来，所以你污蔑我嘛？他觉得他从头到尾他也不是他提告了，他就觉得他也受到波及，觉得很委屈。那时候就会有几个台北市议员去提告第一名说这个是他是用一个好像是违反了食安法里面的一个规定吧，违反食安法就是谣言或不实讯息。结果这个检察官，我不晓得是多这么用心的在帮这个丁怡铭，就是说在厘清他到底有没有罪嫌。他就说他还问了这个不只是进口牛，他还问了这个进口牛之前养的肉商的3大肉商，然后就问说你们到底有没有使用莱克多巴胺？结果肉商讲说，在美国的肉商讲说有，我们有使用莱克多巴胺，可是在进台湾之前我们就把它停掉了，因为我要符合那个零残留嘛，零检出，所以我在资料上面是零残留、零检出。结果呢，检察官就说，所以丁怡铭说的不是谎话，也不是谣言，就是使用莱克多巴胺。那对老板来讲说，他会觉得，可是我一个小老百姓，我进口的时候，我就是拿那一张单子上面就是零残留啊。你现在讲说我是使用来牛，然后造成我的生意影响，可是我看到这个检察官这个司法机构其实也忙。我不知道他是查案查得很透彻呢，还是说，真的帮丁怡铭一个忙哦，然后最后是不起诉。我不知道彭平怎么看这个案件。好，在台北地检署，因为我是这个常客嘛，很清楚，这答案就很简单了。好，所以不只是这样子，包括司法院这种操纵司法，对他们来讲根本就不在乎社会观瞻。所以当然我们去告，我们去做这个检察官评鉴，然后去告这个邢太昭，还有这个地方法院院长黄国忠啊这些人，包括黄伟在内，我们就告，我们就让这样案子呢进到司法当中，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很可能又是螳臂挡车，又很可能是被他们自己人吃案吃掉。不过我们要借着这些告发或者是告诉状上面，把这些台湾的这些司法官中间的这些败绩劣行哦，把它这个诉诸文字，将来让这些东西呢能够呈现在台湾的司法史上的一些史料跟文件当中。我觉得这个我愿足矣。我觉得大家如果都愿意做一点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让这些不管是司法官也好，公务人员也好，去为了生计心存侥幸。那所以你刚刚讲到丁怡铭那种案子，我说比这更荒唐的事情还多得很啊！台北地检署居然在同一天，这个愚人节的前夕，3月31号给我一份起诉，他给我一份不起诉书，到现在为止，他也懒得解释，也不告诉我为什么，反正我就不理你嘛，你看要怎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啊，伤害司法之甚哦。以前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我们也在骂啊，说马英九在处理扁案的时候，做了一大堆有的没的手段。我今天看起来哦，他比起这个蔡同学还是小巫见大巫啊。这个蔡同学是把整个体系从头到尾把它列解，好，什么司法独立、独立审判啊、公开审判，在他来讲视为无物，这才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令人这个瞠目结舌的地方啊。好，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核心的，就是论文门案的进度了。但是我刚才看到观众朋友记得先帮我们这个点赞、按赞一下，我刚才那个按赞的人数要把它补齐。我要讲的就是说，我有看到彭批这个节目上有揭露到说，蔡总统在2015年他去补发了一个证书，就补发证书之后，还有另外有一份这个我们现在看放大一点证明文件哦，我另外单张来看，但是这个证文件里面有一小行字，彭批看出来了有一些不太寻常，甚至跟他过去总统府发言人的说法是相违背，是打脸的。可以请彭批来帮我们来解说一下。好，他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博士的课程这个 course of research 就是博士是一个 course of research， 就是它是一个研究的学程，所以他就不会有上课的问题，因为没有修课，所以就不会有 grade 或者是有这个成绩，就是不会有等第或者成绩的问题啊。你知道他这些文件第一个你会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除了他自己直接打脸，
9月23号，2019年9月23号的总统府魔术秀记者会，那时候黄崇业不出来解释吗？他说 WD from course，就是 withdraw from course， 意思就是退选，不是退学。他还讲了一大堆。当然，当下有很多人就打脸，他从国外拿了很多的证据，那还不如他自己拿证据自己打脸自己啊。这篇这个东西上面，你去看到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博士就是一个研究课程，对啊，没有所谓的打分数的东西，所以退出这个研究的整个学程，就不会有什么叫做退选的问题。所以 WD 再简单不过 ，WD from course 就是退学，退出学程，绝对不是什么退选某一堂课，因为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博士的过程没有课，那没有课哪来的退选呢？所以他自己打脸自己。另外这封信也很有趣哦，哪一个人去补发毕业证书的时候，曾经拿过一封信去证明他补发的毕业证书是真的？这你有听说过吗？就是我去补发毕业证书，我拿了一封毕业证书，然后呢，学校还拿了一封信告诉别人说，哎，这个街头艺人现在补发这个东西是真的哦，那你不要挑战他什么成绩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成绩哦，我们就只有发这个东西，你去找谁？你不是很好笑吗？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论文门的犯罪集团，就是这个蔡同学本人自己的这个状况，其实处在一个不太正常的状况，包括他讲的很多谎话，其实就是他真的受伤的地方。什么系主任把我叫进来啦，不是说要给我2个学位，还是一个学位啊？不是要认为我过不过，就决定给我1.5个博士学位。其实很多研究这个所谓的 trauma， 就是这个心里面创伤的这个精神科医师，包括林静佳，包括几位曾经在网络上写文章的人，都曾经分析过蔡同学，说他呢有一点幻觉，就是他会在他受到伤害的那个场景中，去用幻觉把他受伤的过程平衡过来。就他明明可能是在一个 transferring， 就是硕士要进到博士班的一个proposal， 就是论文大纲的当中遭到了严重的挫败，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继续写下去他的学位，他的论文，所以他必须要用退学的方式来结束他在1982年的11月10号。他就会选择性的记忆，选择性的保留那个场景，但是他会用自己把剧本写完的方式，让他那个受到的创伤能够得到一种报复式的平反。这就是我看到这个他前前后后提了很多你这一生当中都不会发生的情况，包括这个我刚刚讲过，今天我补发一个毕业证书给你，我补发就补发，怎么会补一封信去解释说我为什么补发这封毕业证书，或者是去写一封信去解释说我这个毕业的东西啊，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去 challenge 它。这个过程真正就让我们感觉到，就是此地无银三，那是多么心虚的状况之下才会去掰这些有证物。当然了，你可以说我这些东西都是推测，没错，如果我只这样讲的话，你会推测。可是我必须说，在英国端、在美国端拿到的证据，证明这些文件是假的证据，已经可以直接宣布破案了。只是我们在等待什么样的时机，在什么样的场所，把这些手上所有的伪造文书的这个证据一次摊在阳光下。我看你蔡同学要不要启动这个反斩首行动？我觉得你只有逃亡一条路，我觉得你没有第二条路，你差不多应该跟阿富汗总统的下场差不多。当然我不是塔利班了哈。对，反斩首行动其实要注意的是这个头号的街头恐怖分子彭文正，是不是？这个刚刚彭老师在讲的，小人更名，好莱坞小人彭老师，这个刚刚老师在讲说，这个会不会是有一些心理创伤？我就想到有一个经典的电影台词叫做"大哥没有输"，就是不管你怎么输，他就大哥没有输。这个蔡总统会不会说小英没有输，小英有毕业，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但是哦，我们要讲到，其实这个刚刚在讲到之前他们拿出来的就是这个 WD 在这里嘛，蔡英文对，就是这边有大家有看到 WD 这一个地方。其实我看到彭批这个还旁征博引了好多英国的名校。
他们在他们学校的网页上也有讲说 WD 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就是蔡总统的学校 LSE 这个伦敦大学讲的嘛，对不对？它上面是不是也有特别有提到了这个，就是 WD 是什么意思，还是讲说 course of study 是什么意思吗？对，它的 course of study 指的就是你的学程，就是你这个学位学程。所以你 withdraw 就是 permanently withdraw， 就是永久的退出。它在左边啊，那个字有点小，我没办法一个字一个字念。他还跟你讲说，当你要 withdraw from the course 的时候，你还要去，他叫你先停下来，你不要那么冲动。他叫你先去这个 consult your advisor， 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英国呢，选叫做 drop， 退掉一堂课叫 drop， 只有在硕士班以前才有这种事情，因为博士班没有课选的问题，没有选课就没有退学，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你想要学了，就这么简单，这没什么好掰的。对啊，因为如果你是要退选一个课程的话，就不会要你深思熟虑，甚至要跟你的老师在详谈过后，不止这个伦敦大学，包括了这剑桥大学，是不是也有相关的这个 withdraw 的这个说法？对，还有其他学校，包括西敏寺大学，他们都用了一样的字，叫做 course， 来代表你的整个学位。那这件事情在英国的所有高等教育的网站上面的统一用词都是一致的。你的 course of research、course of study 讲的就是你的学位的整个学程，而不是课的问题。而且在英美念过书的同学，我想没有人不知道，你要 drop 一堂课，你家的事，你要 drop 就 drop， 随便你，而且它比台湾更容易。就是说，有的学校是到了期末考前，你都还可以 drop。对，因为美国人没有把读书，或者是英美的人没有把读书学位当成是什么反攻大陆、杀猪拔毛的事。他觉得你对这个堂课有兴趣，你就把它念完；你没有兴趣，或者基于某种原因你不想念，你就不要念。我也不管你是为什么不要念。那我们一般这种台湾区的学生，你会 drop 一堂课，就是你觉得你大概这课会被当，你会被当，所以你要去 drop 它。老美觉得你会被当，表示你没学好，你没学好，所以你要 drop 重来一次 ，welcome， 这是你的选择。所以他们对于退选这件事，他们根本不加门槛，你要退就退嘛。很多人是这样子，但也有的老师说期末考以后不能退，期中考以后不能退。但这种概念多半都是在台湾的大学里面，在欧美的大学里面，他们不是这样看待问题的。所以，当你要退选的时候，那是你家的事，根本不需要去增加什么规定，啊，更不要讲什么你要三思而行。我干嘛三思啊？我不高兴念这堂课，反正他们只有一个规定啦，哈，就是你缴了学费，如果你在学籍的1/2以后退的话，你就不能退学费，大概是顶多是这样的规定了。他不会管你要不要退选，退选是你家的事，绝对不会用大篇幅来告诉你什么 withdraw 啊这个那个的，所以显然蔡同学又在掰一个与事实不符、毫无逻辑的事情。对啊，刚才彭PD说蔡总统可能会有一些创伤症候群或是一些幻想，包括了指导教授这件事情，我也听到你讲说，指导教授来到台湾了，居然不跟他这个1.5个博士，而且是对两岸非常熟知的蔡总统来见面，这也是蛮离奇的事情哦。对，他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周刊的这个资深编辑嘛，哈，他是 Newsweek 他是 Times 在这个亚洲的这个资深编辑。好，那亚洲资深编辑其实就等于这个区域的总编辑啦。他到了台湾来访问阿扁总统，那这件事情我跟阿扁求证过了啦，我手上拿的照片是阿扁给我的啦，就是他确实有跟阿扁一起照过相。好，那这张照片呢，正面的照片是那个童文成的童文勋律师他首先揭露的，那阿扁给我那个是侧面的，反正不管正面或侧面你都看得出来，那个就是他的老师 Michael Elliott。他到台湾来的时候，是蔡英文刚卸下陆委会主委不到半年的时间，而 Michael Elliott 来台湾访问陈水扁的绝大部分的内容都谈的是两岸关系。
自己有一个学生在台湾刚卸任的陆委会主委，竟然完全没有联络。我还跟阿扁总统询问，我说请教他，他在这个访谈的过程中有跟你提到他有一个学生叫蔡英文吗？他说完全没有。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甚至怀疑 Michael Elliott 根本就不记得他有这么一个学生，因为 Michael Elliott 呢其实是他们的这个MPhil 的整个学程的导师，所以他旗下可能有10-20个学生，再加上蔡英文自己自曝说他在这个学校里面，他的老师找不到他，说哦怎么好久不知道他在哪里。对吧？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后来才跑出一个系主任说，Bloody hell，原来你写的东西这么好，来，我们帮你换掉你的老师。所以如果以一个人，再加上你可以看到他的个性啊，就是那个神隐少女，他这种个性啊，在写出那种英文啊，那种错字错成那个样子，然后还包括你看他自己的那个论文前面那个 acknowledgements，他要谢谢他的老师，他老师的姓都拼错，你这样的情形来看。Michael Elliott 不记得他的可能性会非常的高。你看哈 ，Michael Elliott 呢，竟然啊，蔡英文当选总统2016年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在任何他的这个脸书上面或他的社交媒体上面去说任何一句话。他根本，我相信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他的学生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哎，徐府，如果你今天教了一个学生当了某国的总统，对，就算是什么辛巴威或者是什么上比亚好了，你这样会有总统学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何况他是1.5个博士，这两个加起来，对，印象应该很深刻啊。死都要去蹭他嘛，你说对不对？是拼了命，就算不认得，要想办法蹭一下。完全只字不提啊，这是哪门啊？仇结这么深吗？就跟我们前阵子刚结束的奥运嘛，你看奥运如果金牌国手问那个家乡，对啊，叔叔阿姨或者家乡邻居，他也会挤到小时候他来我这个旁边，我又跟他一起来跑过步啊什么的，带他进入到运动的领域，都会有那种稍微蹭一下来趣事啊。但是这个指导教授居然只字不提，甚至人到台湾也没见他的得意门生，这一点到底是蛮奇怪的。这个。人之常情推论啊，这个学生没情没义到了一个地步，他的恩师 Michael Elliott 因为胰脏癌去世，那个时候他是当选总统后的6个月，2016年的6、7月间的事情，他连一封悼唁一句话都没讲过，结果拜登的狗啊，还有什么有的没的。还有那个习近平的七舅，他送花篮，拜登的狗呢，他发表这个哀悼之意，自己的老师过世，而且算是英年早逝，60几岁，他已经担任这个中华民国总统上任了，已经几个月了，竟然只字未提，你不觉得？良心被狗吃了，还是完全不记得？对，还是到底有什么隐情呢？这个事情只能把李组长找出来，眉头一皱，对，觉得案情不单纯啊，不单纯。但是对这个案情不单纯，但是时间也到了，所以说案情的部分，我们下礼拜可以继续来跟彭批来好好的来聊一聊，研究一下。那今天论文开箱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彭批，谢谢大家，谢谢徐福，好，拜拜。